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远。你有没有跟我一样，睡醒的时候头发就会这样乱炸？今天我就要教大家如何快速的把头发整理好。这是一个美发频道，如果还没订阅的话可以订阅一下，如果还没追踪 IG 的话可以追踪我的 IG。大家有看到我头发吗？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大家有看到吧？就是我头发现在呈现一个有一点点像永泽的样子。那其实我自己原本是想要变成刘亚仁，就是那个韩国明星，然后就是这样。但是我整理好的时候，真的是刘亚仁那种发型的感觉。但是我每一天睡醒，其实就是这样子乱炸。我相信你一定也跟我一样，想说剪短了会比较好整理，但剪短了真的比较好整理吗？如果你去问过那些剪过平头男生，睡醒真的是灾难一场。真的短头发就是怎么睡怎么歪，怎么开花怎么炸。那我前一阵子的头发其实是到眉毛的嘛，就是你知道每天其实真的不用整理。在这里一定要告诉全部的男生，如果你不想整理头发，务必把头发留长一点。那些所谓的痘画、刘海、微卷啊，都比这个好整理，好不好？你看我这个就是站起来哎 ，OK。总之，我今天就要教大家怎么样整理回去一个你自己心里面喜欢的发型啦。那我今天有准备几个工具，就是你要有一支梳子，像这样子的梳子，那也要准备吹风机，然后还有一些造型品。那造型品我就不刻意讲，我只会说它的功能，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平常会用的。好，大家有看到我现在就是永泽刘亚仁永泽。我今天到上班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我头发真的是太乱了。然后其实还蛮像那种阿兵哥留长。如果你是阿兵哥留长头发的话，你好像也可以参考这个学习。那你可以看到我后面整个炸掉，然后发流开花。但其实我洗完头发之后，应该是还蛮 OK 的，但还是炸，因为我头发就是比较粗硬。虽然我之前有一点微秃头，但是我头发是粗硬发。但是我现在已经有发髻了，所以我才剪这么短。我们就赶快教你吧。首先你要先准备一个打底的产品。我今天使用的是哥德式的3号打底的喷雾。那其实也不一定要哥德式啊，其实就我所知有很多牌子都有类似打底，就是喷起来会有点摩擦，但是我不会用太卡的。其实这个有点像是那个叫什么蓬蓬水。蓬蓬水就是你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，它可以变蓬也可以变扁。那我会先用这个达到塑形的能力。那我在干发的时候就开始喷。那你可以看到我那些毛流很炸的地方，你就全头都喷好了。因为其实你头发很炸的人吼，你真的再用水再喷造型品，其实又是稀释一次，所以倒不如就直接来吧。然后接着我就想要把这个地方就是变得比较扁一点点嘛。梳子，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技巧，你侧面看，你要先这样再往上推，就是很多人会这样一直梳下去，是梳没有错，可是你看你这样梳，你看你旁边是不是就会这样？可是应该要这样，就是先往下再往上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发根的地方会被你撑起来一点点？就是那个东西了。每一个地方都照这个步骤走。这个时候你用小风，用热风，然后每一个地方都这样吹。像我现在这里比较炸，我就先吹给大家看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喷打底？就是它头发会增进摩擦嘛。那在吹风跟摩擦的状况中，它比较容易密合在一起。我告诉你，这招真的很厉害，因为很多人以为吹扁就是要死命的压，可是其实它是要把发根稍微撑起来。那后面的话，因为我看不到，所以我就会比较随性一点。如果你觉得哪里翘，你就这样梳下去，然后往上推。因为打底喷雾喷完头发会有点湿嘛，那其实这个湿不是水，是造型品，所以务必把它全部吹干。如果你遇到那种超级失控的头发，有可能就是你没有喷到它。大家有看到我头发现在正在往一个比较听话的路上走。你看我刚才头发这里，你看我记得我这里吗 ？Before 放在这里就是原本是整个炸起来，现在就是先听话一次。那你看到我的方法？天哪，服服帖帖。那原则上我不会用到刘海吹到扁，因为我刘海等一下是要飞上去。那大家会想说，你用左手这样是不是这里就会变得比较难用？没错，你这里会比较难用，所以你就是训练一下，左手拿吹风机。那如果你是发现真的梳子你真的拿不起来，你就用手就这样捏，用揉的也可以，但是梳子比较有力量。好，大概到这个状态，我的头发已经就是整个先听话了。这个地方我要让它飞起来，所以梳子的功能又来了。梳子跟刚刚那个打底也是一样，知道水可载舟怎样？亦可覆舟。
我们刚才用梳子吹扁，我们就能用梳子吹蓬，所以这个地方用反向的思考，往上，然后稍微往左边。你看到我往上，我的头发是往这里长，右边长，然后我就会把它往左边拉，然后吹一下发根。吹完之后，给它3秒，1、2、3，噔噔，有吧？你有看到吗？它就会像一个你知道孔雀开屏，噔噔噔。但是看你想要整理的方式，有人喜欢尖尖的，可能就是贝克汉。OK， 讲贝克汉你也不一定知道他是谁，因为那是我小时候流行那种尖尖的发型。那现在比较流行就是比较孔雀开屏。那我今天整理的就是孔雀开屏感。那你看我就会吹这个发根，为什么我用这么近呢？因为我温度就是风比较小啦。那如果你家吹风机很烫，不要像我一样那么近，你会烫伤。我还会这样哦，你看，我也会这样，你有看到吗？我会这样撑一下发根，然后这里，你看我刘海就是现在就是这样飞起来。那你可以看到我侧面就是现在这里是比较听话的。通常到这个阶段的时候，你就要选择你的造型品，用发蜡、发胶都可以。那我本人的话是喜欢有一点湿湿的，所以我现在用的是哥德式的一个8号的胶感，它在发蜡跟发胶之间比较湿润感。如果你有常看我影片的话，我非常非常喜欢用这一支做任何的发型，但它也没有万用啦，因为它不是那种支撑度超级高。但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而且现在冬天了，我就会挤这样。那每个造型品使用量不一样，你就自己斟酌一下。这样之后，我就会有点像是抹，我就这样抹在这里，然后把这样孔雀开屏，好像太高了。如果你有看过一些你知道台湾霹雳火、台湾阿成、陈昭荣的发型也是这样，但是就流行就这样嘛。经过10几年，就是再走一波。那如果你想要自然一点，就是好了，我好像没办法自然，我就不自然好了。我这里虽然有直发过，但我还是习惯让它有点往内压，因为我会觉得额头稍微再压窄一点，脸会看起来比较小。那我是这个角度看，你会觉得很夸张，其实远远看还好啦。你看，侧面是很 OK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造型品喷完了，对不对？我就会喷定型液。那我现在用的是哥德式10号。那为什么你问我都用哥德式？是因为我刚好还算喜欢他们全系列。那定型液的话更多选择。那我会喜欢这一罐的原因是因为它不会有那个白白的屑屑。有在用定型液的，你一定能理解我说，就是有一种定型液不知道为什么它喷久了就是会有那种白白的粘屑，尤其你一摸整个像头皮屑雪花纷飞，你还以为头皮你知道得什么东西了。这罐不会，而且它很容易就干掉，很多定型液会喷，然后就是很湿，这个都是我会淘汰的。那为什么我会大喷特喷哦？就是我是一个很害怕头发有任何移动，风吹草动我都觉得不要动。好，就喷，然后自己调整一下自己喜欢的线条的感觉。这支影片应该是会剪接过，但是我现在以没有剪接来看，大概花费大概10分钟，而且是我有教你们11分左右，而且我是边讲，所以你自己整理后大概5、6分钟。早一点起床，不要让你的头发怎么炸掉开花。因为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，他们就觉得天哪，卢志远你的头发发生什么事？那因为我真的也很久没剪短了，所以我现在就会认命好好整理头发。那如果你平常有看到我 IG 的话，我平常 IG 都是你知道我都爱整理不整理。好了，我现在就整理好了。那侧面的话就是这种感觉。后面应该是没那么开花了，我有点看不到我自己的背后，那我也不骗你嘛，我就是像这样。我个人觉得造型的那个打底蛮重要，因为很多人没有那个东西，有那个东西头发会比较好塑形。至于其他的辣椒、定型液都是看你自己的习惯。然后这种梳子还有一种叫排骨梳，其实我觉得那个也蛮好用的。那重点是能让头发产生推挤，但是一定起码最基本要长这个样子，不要用尖尾梳、扁梳是没有用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发型现在乍看真的有点复古，但你真的搜寻刘亚仁或者是一些韩国人，现在真的 BAM。2022年最流行的发型现在就在我头上，那你可能现在还没有很懂这个发型，因为我们蛮多同事不懂，但是我很多同事都已经剪了这个头啦。OK， 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了。谁说短头发会比较好整理？起床要花你一点时间了，但都剪了就整理好它吧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哦。如果你有其他问题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我是你的发型师志远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Don't you go off now.